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保持赤诚是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态度，一种生活的信念和原则。我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，其实不太容易被别人的思想给左右，对自己也有比较清楚的一个认知和意识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。对于我来说，就算遭遇怀疑和不理解，我也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追求梦想。就像当初去训练营一样，去成为一名歌手和演员。我努力地告诉自己，要接受生活中的挑战，脚踏实地地走好脚下的路。就算路途偶尔有荆棘，也要保持自己最初的赤诚，活出自己最美好的样子。同时，我也觉得周国平先生这一篇《自己的园地》，在这里也正是为了告诉我们，不要违背自己内心的赤诚，要做一个真实的人。尽管在生活中，我们仍然会被很多事情所烦恼，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多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我觉得影响这个是跟我从小成长的一个环境有关。其实我们家一直是一个成长环境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，然后其实从小到大，然后我在我们家也是处于一个散养的一个状态。因为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，然后在国外有一段工作的经历，所以他对我的教育一直都是偏一个综合性的。他不只是看我的读书成绩，然后也会让我学习很多课外的东西，比如说画画和小提琴。当初在选择去成为一名歌手的时候，我爸妈虽然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一点冒险，但是他们还是支持了我的决定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我做了选择，我就一定会把它做好。所以在这方面，我还蛮感谢他们的。同时，我爸爸妈妈也一直用他们的言传身教去影响着我去做一个善良、有爱心的人。当然，还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。正是因为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，才让我有勇气和信心坚持下去。所以，真的很感谢他们。我相信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迷失或者失忆的一个状态。我记得自己在拍摄《狼殿下》的时候，其实当时拍摄环境非常的艰苦，全剧组都是在香格里拉实地取景，在高原上，因为我的眼睛无法适应紫外线的直接照射，所以就得了那个紫外线过敏，然后导致眼睛发炎，然后红肿，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。狼殿下杀青的第二天，为了赶剧组的进度，然后我马上又去拍摄了另外一部戏。其实我当时感觉自己身心非常疲惫，一直处于一种过度输出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在意识到这种情况之后，在拍完之后的那一部戏，马上调整了自己的状态，暂时停了下来，到处走一走，散散心，让自己的大脑处于一种放空的状态，养足精神，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。对于未来，在音乐方面，我希望自己能够在音乐上有更多的建树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积极向上的作品。在表演方面，我希望自己的演技能够更上一层楼，让自己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更加的出彩，成为一个让更多人认可的演员。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颗赤诚之心，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知道每一条追求梦想的道路注定都不平坦，但是对我而言，它也是不平凡的。所以，我也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坎坷，为自己的心中照亮一盏明灯，不断地突破自己，能够多方位、全面的发展。我不会停下学习的脚步，会让自己变得更加扎实，不断地前进。首先，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自己，然后要走属于自己的道路，不要去和任何人做比较，也不要去模仿任何人，永远保持一颗赤诚之心，做最独特的那个自己。我也希望青少年们要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不断的充实自己。不管未来你是处于低谷，
还是高峰，都要坚强乐观的去面对。这些经历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其实在，我踏入演艺圈或者是追寻自己梦想的道路上，其实对于我印象最为深刻，然后我觉得对于我影响也很大的一件事情，其实是我们当时在参加《燃烧吧少年》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导演组的总导演，然后当时我们是一群小孩，然后16个人，然后每个人都是很懵懂的样子，然后第一次站到我们当时的那个舞台上面，然后我记得那个总导演给我们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符合我们今天这个试乘的主题。他对我们说，无论以后你们在结束这个节目之后，你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也许你会成为一个大明星，不知道，可能一个成功的歌手，一个成功的演员，一切都是未知。但是你们一定要记得，你们今天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你们内心的那一份冲动，你们内心的那一份激动也好，就是记住你第一次的这一个初心，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你的感受，就是会让我现在偶尔想起来也记忆犹新，就是时刻谨记我自己的那一份初心，然后不要忘记。